中国解放军空军对外公布拥有将近5000架各式战机，光是部署在东部和南部战区面对台湾的主力战斗机就超过950架，再加上300多架轰炸机和攻击机。可奇怪的是，他们绕了台湾这么多年，2025年一整年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竟然多达3764架次，比前一年暴增 22.4%。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威胁，怎么演习，怎么从福建、广东的6座空军基地堆积出200多架 J6 改装攻击无人机，台湾这座小小的岛屿至今依然屹立不倒。为什么？难道台湾的天空真的有一面看不见的铜墙铁壁吗？更离奇的是，就在2025年10月10日，总统赖清德在国庆演说中突然向全世界宣布，台湾即将打造一个名叫台湾穹顶，英文叫做 T-Dome 的多层防空系统。这个系统的设计蓝图竟然直接照抄了地中海另一端的以色列。你没看错，一座东亚海岛正在悄悄地把中东战场上经受了上万次实战检验的铁穹防空网整套搬到自己的天空之下。可问题来了，以色列面对的是哈马斯、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朗的弹道飞弹雨，而台湾面对的却是拥有近200架 J20 逆踪战机、450架 J16 多用途战机、550架各型 J10-220架6轰炸机，再加上一堆东风飞弹和高超音速武器的解放军，同样是被巨人压着打的小国。台湾的铜墙铁壁真的能撑得住吗？以色列和台湾到底谁才是顶尖的防空王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看看以色列这个传奇是怎么炼成的。1990年代，以色列北部边境一直被黎巴嫩真主党的卡秋莎火箭骚扰，南部则被加萨走廊的哈马斯火箭折磨。当时的以色列军方提出一个疯狂想法，能不能造出一种飞弹，专门在空中拦截那些便宜得跟石头一样的火箭弹？美国国防专家听完摇头，说这事儿注定失败，因为拦截弹的成本永远会比火箭弹高出几百倍，从经济学上根本不可能持续打下去。但以色列人偏不信邪。2005年，国防研发局的金恩准将拍板启动铁穹计划，当年选中的不是美国巨头洛克希德马丁，而是以色列本土的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结果令所有人震惊，不到4年，铁穹从绘图板走上战场。2011年3月27日，第一套铁穹系统部署在贝尔谢巴附近。同年4月7日，他首次击落了一枚从加萨飞来的火箭。世界看到后纷纷惊呼，以色列做到了一件不可能的事。从那一刻起，铁穹开始书写一个让世界目瞪口呆的传说。截至2026年初，这个系统已经累计超过1万次实战拦截，成功率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每一发拦截弹名叫塔米尔，成本约8万美元。每一座铁穹基地涵盖约150平方公里。铁穹的设计十分巧妙，它不会盲目地把每一发来袭火箭都打下来，因为火箭如果落在无人地带，根本不会造成伤亡，拦截它纯属浪费。铁穹的雷达会在毫秒之间计算来袭弹道，只在预测落点位于人口密集区时才开火。这种选择性拦截让以色列在10几年的高强度防御战中没有把整个国家的军工产能耗光。说到铁穹的实战战绩，最让人震撼的莫过于2023年10月7日那一天。当天早上6点，哈马斯从加萨走廊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5000枚火箭，企图用单日齐射的方式击穿铁穹。要知道，铁穹当时部署的拦截站只有10个，但每个拦截站只能同时处理有限的目标。然而，当天的拦截战中，铁穹依然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朝向人口密集区的火箭，整体拦截率高达 90% 以上。如果没有铁穹，以色列当天的伤亡会是天文数字。从那以后，铁穹进入了长达2年多的持续高强度作战，每天平均要处理数百枚来袭威胁。整个系统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越打越强。2024年4月 ，C 型铁穹也就是海上版铁穹，在艾拉特附近成功拦截了一架朝以色列领海来袭的无人机，创下海上版本的首次实战击杀。但铁穹不是孤军奋战，它只是以色列那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多层防空大厦的最底层。往上一层是名字取自圣经故事大卫投石所的中程防空系统。这套由拉斐尔和美国雷神联合开发的系统2017年正式部署，
使用的眩晕者拦截弹是一种两段式、无弹头、纯靠动能撞击的命中击杀武器。它的射程从40公里一路延伸到300公里，可以打下伊朗的伊斯坎德尔、叙利亚的开伯尔火箭、真主党的法塔赫110，甚至打下中国出口的东风15型短程弹道飞弹。雷神公司公开宣称，眩晕者可以击败全世界 92% 的短程弹道飞弹威胁。眩晕者飞弹顶端装有2套导引系统、主动雷达和电光感测器，这让它能够在飞行末段精准辨识真弹头和诱饵弹头。这项能力在面对伊朗多弹头飞弹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再往上一层，就是真正的天空守护神剑士系列。剑2型早在2000年就已服役，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对抗短程和中程弹道飞弹的国家级系统。剑3型2017年加入战斗序列，能在大气层外拦截洲际弹道飞弹，类似于美国的萨德系统。整个剑士家族还在持续演进。剑4型针对高超音速威胁，剑5型则准备扩大拦截范围。2026年3月的消息显示，以色列航太工业生产剑3型拦截弹的产能已经比战前提高了3倍，并接到德国价值65亿美元的剑3系统订单。再加上美国租借部署的萨德海军宙斯盾舰上的 SM-3 拦截弹、海军铁穹，以及2025年底刚刚交付的铁树雷射武器，整个以色列上空织成了一张几乎没有死角的天空之网。铁树的厉害之处在于，每次发射只要几美元，而且能用雷射光在毫秒之内烧穿目标，彻底改写了防空成本的数学公式。铁树的真实名字其实叫做艾坦之光，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一位阵亡的特种兵艾坦奥斯特，他的父亲正是铁树雷射技术的主要研发者之一。2026年3月，铁树在以色列北部首次投入实战，拦截了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创下雷射武器在战场上实战击杀的历史记录。这张网的真正考验发生在2025年6月，当时以色列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和飞弹基地，引爆了一场后来被称为12日战争的冲突。伊朗疯狂报复，总共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500枚弹道飞弹和数百架自杀无人机，其中很多飞弹的弹头甚至改装成集束式，故意让多枚子弹头从空中散开，企图把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撑爆。集束弹头是一种非常阴险的设计，当主弹头在高空炸开后，会释放数十个小型子弹头，每个子弹头都需要单独拦截，这样攻击方就能用1枚飞弹的成本逼防守方消耗数十枚拦截弹。结果如何呢？以色列国防部后来公布的官方评估显示，整体拦截率竟然高达 86%， 无人机拦截率更高达 99%。 铁穹、大卫投石索和箭式系统在3大空层各司其职，加上驻扎在以色列的美军萨德和海军宙斯盾舰上的 SM-3 拦截弹，硬生生地把伊朗最疯狂的一波攻势化解于无形。研究估计，那12天当中，以色列总共消耗了大约200枚拦截弹，包括箭式和美制萨德，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天文数字的军火开支。铁穹在那场战争中还展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能力，它居然能在低空拦截掉一部分本来不在其射击范围内的弹道飞弹碎片，这让全世界的军事观察家都大吃一惊。铁穹本来只设计用来对付火箭和迫击炮，现在却意外承担了部分弹道飞弹拦截的角色，这证明这套系统的演算法和弹体机动性已经达到了当初设计者无法想象的高度。不过，战争也暴露了以色列的弱点，长期高强度的拦截战让以色列的拦截弹库存被严重消耗。2025年11月，雷神与拉斐尔的合资公司获得一笔 12.5 亿美元的合约，要在美国阿肯色州的东卡姆登工厂生产更多塔米尔拦截弹，以及美国授权版本的天空猎手。这笔订单一方面是为了补充以色列的库存，另一方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盟国也在抢购这套系统。2026年5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哈克比甚至公开透露，以色列已经派出铁穹系统与操作人员前往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协助当地抵御伊朗的攻击。铁穹从以色列的国防之盾已经成为整个中东反伊朗阵营的共同护身符。好了，看完以色列的传奇，我们把镜头转回台湾。
当赖清德在2025年10月10日的国庆演说中说出 T-Dome 3个字时，台北的军事圈炸开了锅，因为这背后牵涉的是一笔高达 1.25 兆新台币，也就是约40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预算。整个计划横跨2026年到2033年共8年，光是 T-Dome 本身就要砸下4000亿新台币，相当于127亿美元。据媒体推算，这个项目可望带动台湾经济新增130亿美元产值，创造9万个就业机会。同时，台湾的国防预算占 GDP 比重将从2025年的 2.5% 提升到2026年的 3% 以上，到2030年更可望突破 5%， 这在亚洲国家中极为罕见，仅次于以色列和韩国的水准。T-Dome 到底长什么样子？让我们从最高的天空往下看。最顶层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天弓系列防空飞弹，天弓的开发单位是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也就是台湾人俗称的中科院。天弓计划早在1981年就已启动，是台湾国防工业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指标计划。一开始是受到美国 MAM-23 英式飞弹的气动外形启发，原型弹看起来甚至有点像放大版的雷神 AIM-54 凤凰飞弹。1993年部署天弓1型，1998年升级到天弓2型，当时主要任务是对抗高性能战机编队，但真正让台湾天空进入新时代的是天弓3型。这款飞弹在2007年首次公开，2014年量产服役，最大射程约200公里，拦截高度可达45公里，速度高达7马赫，是美国最先进爱国者飞弹的近2倍。更厉害的是，天弓3型的成本只有美制爱国者拦截弹的1/6，每一枚天弓3型都能用相控阵雷达精准锁定雷达截面只有 0.1 平方英尺的小型目标，并且能及时预测并调整任何中国弹道飞弹的飞行轨迹。台湾空军的天弓3型部署采用了非常独特的方式，有些发射井建在地下深处，能够承受密集轰炸后依然发射。有些是车载机动版本，能在台湾岛内各地随时转移阵地。2023年至2024年间，多辆天弓3型机动发射车被从北部基地调往南部的恒春半岛，这个南端最靠近巴士海峡的位置，可以监控解放军从南海方向的渗透。每年汉光演习中，天弓3型都会进行实弹射击，多次成功击落模拟目标。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员舒孝煌透露，天弓3型的价格约是美制爱国者3型的1/6，但射程更远，速度更快。但中科院并不满足，在天弓3型的基础上，他们继续开发了代号强弓的天弓4型。强弓计划直到2023年才完成基本研发，并在当年的台北航太国防工业展路面但未公开展示。2026年2月，中科院正式完成天弓4型的作战评估，准予进入量产阶段。天弓4型的拦截高度提升到70公里，这意味着它能在更早的时间点拦截来袭飞弹，给后续的天弓3型、爱国者3型留出宝贵的射击观察再射击时间窗口。更厉害的是，天弓4型配备了一套全新的车载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探测距离超过500公里，能同时连接几十座发射单元，并结合 AI 辅助决策系统，自动推荐该由哪一层先开火。这套 AI 辅助决策是 T-Dome 能够应对解放军饱和攻击的关键。天弓系列还有一个刚刚冒头的后辈，天弓5型，射程约100公里，定位上类似中程防空飞弹。2025年第4季完成实弹测试后，目前正在进入初期作战评估阶段，预计2026年下半年进入低速率初期量产。整个 T-Dome 计划中，光是天弓家族就规划了至少128枚发射单元和230枚天弓3型补充飞弹。台湾计划向中科院订购122套天弓4型发射车，其中46套要在2026年底前交付，剩下76套则要在2027年完成。往下一层是熟悉的美制爱国者系统。截至2026年，台湾空军的防空暨飞弹指挥部总共部署了9个爱国者飞弹连，配备约380枚 PAC-3型成本降低改进型拦截弹，这是专门对付战术弹道飞弹的利器。另外还有约200枚 PAC-2型导引强化型，主要对付飞机和巡弋飞弹，再加上12个天弓2型3型飞弹营，
台湾目前的长程防空兵力已经形成21套先进飞弹阵地的密集网。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内，台湾还预计再接收102枚最新型的 PAC-3 增强型拦截弹。这款飞弹在乌俄战场上多次击落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匕首飞弹，战绩亮眼。再下一层是去年才确认签约的 NASAMS， 也就是挪威先进中程防空飞弹系统。这套由康斯堡和雷神共同开发的系统，能同时接战72个目标，包括无人机、直升机和巡弋飞弹。2024年，华盛顿批准了一笔19亿美元的军售案，包括 NASAMS TPS-77 以及 AN-TPS-78 远程预警雷达。2025年11月，雷神又拿到一笔 6.99 亿美元的新合约，要在麻州的特克斯伯里厂生产 NASAMS 发射单元，预计到2031年2月全部交付完毕。2026年2月，台湾传出有意再加购9套 NASAMS 系统，部署在重要的雷达站和空军基地周边。NASAMS 在乌克兰战场上有着出色表现，据说拦截了超过1000枚俄罗斯飞弹。正是这个战绩让台湾决定大规模采购。最底层则是各种点防御武器，包括美制刺针肩射防空飞弹、天兵短程防空系统以及来自瑞士的天剑近迫武器系统。这些武器专门对付低空渗透的巡弋飞弹和无人机。再下面还有海军的海剑2舰载防空飞弹，空军的 F-16VFCK 伊金国号幻象2000型战机，这些都是台湾空中防御的最后一道屏障。F-16V 是台湾空军的主力，截至2026年共有将近200架，全部升级到 Block 70标准，配备 AESA 主动电子扫描雷达，可以发射 AM-120 空对空飞弹和 AGM-84 鱼叉反舰飞弹。这还不够， T-Dome 的真正核心其实是一套叫做整合战斗指挥系统，英文简称 IBCS 的软体大脑。它能把雷达、发射器、决策中心、战斗机、舰艇通通连在一起，做到所谓的感测器到射手之零延迟。当解放军的飞弹从福建发射的那一刻起，台湾乐山雷达站上的铺路爪长程预警雷达就会在第一时间捕捉到，然后 IBCS 立刻计算出最佳拦截方案，在毫秒之间下达指令给最合适的那一层防空火力。理论上，这个反应速度可以压缩到比人类眨眼还快。乐山雷达是美国转移给台湾的最先进长程预警雷达之一，据说探测距离可达5000公里，能监视整个中国东部沿海、东海和南海上空的所有飞行物。说了这么多硬体，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被军事评论员们反复强调的关键词，叫做地利？这就是台湾最神秘、最被低估，也最让解放军头疼的铜墙铁壁。台湾这座岛南北长394公里，东西最宽144公里，但岛上有将近2/3的土地都被一座纵贯南北的中央山脉覆盖，整座山脉拥有超过258座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高峰，最高的玉山主峰高达3952公尺，是东亚第一高峰，也是全世界第4高的岛屿山峰。从卫星图上看，台湾就像一片漂浮在西太平洋上的绿色巨叶，叶脉中央那道又陡又厚的山墙，就是大自然在200-300万年前由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互相挤压抬升出来的铜墙铁壁。这道墙对解放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算他们能突破台湾海峡，抢滩登陆西海岸，迎面而来的也不是平坦的开阔地，而是一道几乎不可能正面翻越的天然屏障。台湾岛上适合大兵团展开的平坦地形只占总面积的 40%， 而且这 40% 还几乎被都市建筑和水稻田挤满。从台北一路往南到高雄，整条西海岸线上全是高度都市化的密集建筑群，连田地都和高楼并列在一起。一旦发生地面战，这就意味着解放军每往前推进1公尺，都得进行惨烈的逐街逐屋巷战。历史上，美国在2战太平洋战役、韩战仁川登陆中，即便拥有绝对制空权和兵力优势，伤亡都极其惨重。而台湾的地形比这些战场都更加复杂。更妙的是，台湾海峡本身，海峡最窄处只有130公里，看似不远，但对于需要把几十万大军、上万辆装甲车辆、海量补给物资一次送过去的2栖作战来说，这简直是地狱级难度。海峡水深平均不到100公尺，
海床是大陆架的延伸，但水流却极其诡异，每年都有2个季风季，春夏的西南季风，秋冬的东北季风，再加上平均每年4次袭击台湾的台风，一年之中真正适合大规模2栖登陆的气象窗口，可能只有春末和秋初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台湾的滩头并不多，西海岸大部分被淤泥滩涂包围，能够承受重型登陆舰上岸的港口屈指可数，几乎全部集中在北端的台北港和南端的高雄港，其余的滩头要么太窄，要么背后就是密集的城市建筑，要么背后是难以翻越的山脉。中央山脉带来的另一个战略礼物是东部隐蔽战略。台湾空军在东部花莲的嘉山基地和台东的志航基地，分别在中央山脉背后挖出了2座巨大的地下机库，整座机库由花岗岩山体掩护，跑道隐藏在山体中，可以承受多次直接命中而不影响起飞。每年汉光演习，台湾空军都会把几十架 F-16 VIDF 经国号战机和幻象2000从西部基地转移到东部山体基地，以避免开战第一波遭到全歼。对于解放军来说，要打击这些东部基地，飞机就必须绕过整座中央山脉，这意味着航程拉长，油耗增加，被拦截机会大幅上升。再加上花莲和台东的滩头极窄，东部完全没有2栖登陆的可能性，所以中央山脉不只是一堵墙，更是一座给台湾留住反击力量的战略后手。嘉山基地的规模有多夸张？根据已公开的资料，这座基地的地下机库可容纳超过200架战斗机、轰炸机与运输机，整座山体被掏空成一座巨型机场，内部有完整的维修厂、弹药库、燃料储存区、指挥中心和后勤生活区。传说中，嘉山基地能够在遭受核子打击后依然继续运作。志航基地则位于台东知本附近，背靠中央山脉尾段，前方面向太平洋，是台湾对抗来自西部攻击时最后一个能够保持作战能力的关键节点。对比一下以色列的地形，就更能看出两者的差别。以色列国土面积只有 2.2 万平方公里，比台湾还小，而且地形多为丘陵和沿海平原，缺乏台湾这样的天然山脉屏障。以色列的最高峰梅隆山只有1208公尺，所以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必须从零开始，从技术层面把一切威胁挡在国土之外，而台湾则是在自然赋予的铜墙铁壁基础之上再去叠加 T-Dome 的科技墙。从这个角度看，台湾是先天有墙后天加网，而以色列则是先天无墙后天织网。那么这2种模式到底谁更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认真看看双方面对的敌人。以色列的对手以伊朗为首。2025年6月那场12日战争中，伊朗一共发射了大约500枚弹道飞弹和数百架无人机，其中包括最新型的哈吉卡西姆多弹头飞弹，专门用来压垮防空系统。然而，伊朗的弹道飞弹技术相比中国，整整落后了1个世代。伊朗没有逆踪战机，没有高超音速武器，没有战略轰炸机，更没有航空母舰。伊朗的军工产能也跟中国差了好几个档次。12日战争结束后，伊朗花了好几个月才把飞弹库存补回战前水准。台湾的对手则是全球第2大空军。根据世界各国军事资料的最新统计，解放军空军在2026年拥有约3440到3733架活动军机，其中1986架是战斗机，光现役歼20逆踪战机就达200架，计划到2030年增加到1000架。J-16多用途战机有450架，配备射程超过300公里的霹雳15远程空对空飞弹，可以在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就把台湾空军锁定。J-10系列各型总共550架，海军的 J-15、J-35也在持续服役，再加上220架轰6系列战略轰炸机，可以携带长剑10、长剑20对地与反舰巡弋飞弹，从中国本土深处对台发起远程攻击。更不用提东风11、东风15、东风17高超音速滑翔飞弹、东风21反舰弹道飞弹、东风26关岛杀手中程弹道飞弹，这些都是以色列从未面对过的威胁。中国的飞机工业年产能高达240架战斗机，主要是 J-10、J-16、J-20的各种变种，这个产能让伊朗都望尘莫及。最让台湾军方头疼的
是解放军最近这几年的一项新发明，把上世纪60年代的 J6 老式战斗机改装成低成本一次性攻击无人机，每架挂250公斤战斗部，最大速度 1.3 马赫，航程700公里。据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院的分析，解放军已经在福建和广东的6座靠近台湾海峡的空军基地囤积了至少200架以上这种改造机。专家评估，他们可能在战争的第一波用每小时100到250架的速度连续发射4到8小时的密集饱和攻击，目的不是真的去打目标，而是消耗台湾昂贵的天弓和爱国者拦截弹。这就像故意逼你用100万美元的飞弹去打1万美元的破烂。一架 J6 改装无人机的成本可能不到50万人民币，而一枚天弓3型的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更不用提爱国者3型动辄400万美元一枚。这还没完，解放军的 J20 逆踪战机雷达截面仅相当于一只飞鸟，能够在台湾的天空中隐形飞行。再加上中国在电子战、卫星侦察、量子通讯上的优势，理论上他们可以在开战的第1分钟就用一波多轴向、多层次、多手段的饱和攻击，把台湾的雷达、指挥中心、机场、港口、防空阵地全部瘫痪或拖入交战状态。2025年12月，解放军的正义使命2025大演习中，曾经单日出动130架次战机、无人机和其他飞行器围绕台湾巡航，并向台湾北部和西南方水域试射27枚火箭。台湾民航当天估计超过10万名旅客受影响，857架次国际航班被打乱，84架次国内航班直接取消。光是这种演习规模就足以让人感受到解放军的压力。更可怕的是，2025年12月29日的演习中，解放军 J16 战机竟然向台湾 F16 战机发射干扰弹，并做出极端危险的近距离机动。一架 J16 甚至跟着轰负6轰炸机飞行，故意藏在轰炸机的雷达讯号背后，企图避开台湾雷达的侦测。当被识破后，这架 J16 飞行员直接侧翻机身，刻意展示挂在机腹下的飞弹。这种挑衅行为被军事观察家形容为街头流氓挥舞手枪。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罗上将警告，这些演习应该被视为入侵台湾的彩排。那台湾怎么办？让我们做一个推演，假设某一天凌晨3点，战争真的爆发，第一波，解放军会用什么战术？军事专家们普遍认为，解放军会先打无预警饱和打击，前30分钟内，东风11、东风15、东风16短程弹道飞弹会像雨点一样倾泻，目标是台湾的雷达站、空军基地、机场跑道、弹药库和指挥中心。同时，数百架 J6 改装无人机从福建沿海起飞，朝台湾方向涌来，故意逼台湾的防空系统消耗拦截弹。第2小时， J20 逆踪战机开始进入台湾空域，搜索并摧毁残存的雷达节点。第3小时，东风17高超音速滑翔飞弹瞄准台湾海军舰艇和油料库。第4小时起，登陆舰队开始集结，准备跨越海峡。T-Dome 的设计就是要把这个时间线彻底打乱。第1分钟，乐山的长城预警雷达就会发现所有飞弹起飞讯号， IBCS 指挥系统会在毫秒之内完成威胁评估和拦截分配。天弓4型先在70公里高空打第1枪，拦截最致命的弹道飞弹；天弓3型在45公里高空补射，爱国者3型在低空末段防御。NASAMS 和刺针负责收拾漏网的巡弋飞弹和无人机。同时，台湾的雄风飞弹、鱼叉飞弹、海马式火箭从各个藏身地点同步发射，反击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和沿海阵地。这就是不对称战争的核心，不是看谁能完全挡下对方，而是看谁能让对方先撑不住。中国海军目前拥有约100艘大型两栖舰，理论上一次能载运3万名士兵和800辆装甲车登陆台湾，但这支舰队要在一片同时降下飞弹雨的海峡中航行12个小时，任何一艘船被击沉，都意味着数百名士兵葬身海底。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能承受这种规模的两栖伤亡。答案就是不对称作战。台湾军方称之为豪猪战略。豪猪本身不能打赢老虎，但它身上的尖刺足以让任何想吞下它的猛兽付出血的代价。台湾的反击矛头
远不止防空飞弹这一个面向，最致命的是雄风系列反舰飞弹。雄风2型射程约120至150公里，雄风3型射程则达300公里以上，速度超过 2.5 马赫，被解放军海军戏称为航母杀手。台湾甚至在2022年到2026年的海空战力提升计划中大幅扩增雄风飞弹库存，据估计目前已有超过1000枚各型反舰飞弹部署在沿海阵地、机动发射车和海军舰艇上，任何试图跨越台湾海峡的解放军舰队都将同时面对来自空中、海上、岸上的多项飞弹雨。除了飞弹，台湾每年举办的汉光演习也是不对称作战的重要训练。从1984年第一次举办以来，汉光演习已经连续举办了40多年，每年都会模拟解放军各种入侵情景，第一波飞弹攻击、海空封锁、滩头登陆、城市巷战，全部都要实兵实弹演练。2025年的汉光演习更是史无前例的延长到10天，全岛所有军种、后备部队、警察、消防、医疗、民防都要参加。更关键的是台湾的后备动员体系，台湾有大约170万名后备军人，战时可以迅速动员为现役。台湾陆军从2024年起恢复1年义务役制，每年新增约7万名新兵，补强人力结构。义务役士兵的训练内容也彻底改革，加入大量无人机、单兵反装甲、街道游击战课程。台湾的民防体系同样不容小觑，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等大城市地下都有完整的防空避难所网络，总共可以容纳整个都市区的人口。地下停车场、捷运站、地下街都已预先规划为战时避难所。经济部也在进行战备物资储备计划，确保战时电力、粮食、医药、燃料能够维持30天以上的运作。台北捷运的隧道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地下防空网。2026年3月，当美国与伊朗爆发新一轮冲突，台湾国防部立刻向立法院提交了一份特别报告，全面检讨 T-DOM 的战备方向。报告指出，以色列从12日战争中学到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纯粹依赖昂贵拦截弹的防空系统会被低成本饱和攻击拖垮。同样的事情绝对不能在台湾海峡重演。为此，台湾加速研发低成本拦截方案，包括 AI 驱动的自动侦察决策系统，以及类似以色列铁树的雷射武器。中科院其实早在2020年就开始研发国产雷射防空系统，目前已经完成几项关键子系统的测试。另一个关键词叫被动防御，也就是把全部鸡蛋分散到很多篮子里，这包括分散化部署、机动化发射、地下化掩体，以及一套全岛散布的无线网状通讯网。即使解放军的第一波饱和攻击摧毁了部分节点，整个系统仍能透过其他节点继续运作。乌俄战争也给 T-DOM 带来了关键启发。乌克兰用便宜的海狸无人机和标枪反装甲飞弹，加上美制 NASAMS， 爱国者硬生生扛住了世界第2大空军俄罗斯的全力进攻。乌克兰的成功秘诀就是分散、机动、便宜、量大。一座固定的防空阵地很容易被定位摧毁，但如果是上千个小型机动发射单元散布全国，敌人就根本打不完。台湾国防部已经在2026年的战备计划中把这套经验纳入 T-DOM， 包括采购大量小型无人机、地对地反装甲飞弹以及机动式防空系统。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领域，就是电子战和网络战。解放军在电子战能力上居于世界前列，能够在战场上瘫痪敌方 GPS、通讯和雷达，但台湾这几年也在迎头赶上。国安局和国防部联合运作的资电作战指挥部已经在2023年起整合为全新的资通电军，专责网络战、电子战和心理战。每年汉光演习中，红军模拟解放军的网攻、停电、心战都要被蓝军及时反制。这套系统虽然外界看不见，但在 T-DOM 的整体韧性中扮演着看不见的钢骨。更妙的是，台湾与以色列之间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暗线。2025年10月底，法英双语媒体情报在线披露，台湾和以色列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已经启动了一项秘密军事技术交流计划。事实上，台湾国防工业与以色列航太工业的合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台湾的雄风1型反舰飞弹就是以色列加百列飞弹的衍生型。
而2025年9月公开亮相的强攻天宫4型系统，从外形到主动电子扫描雷达，都与以色列航太工业的剑2型飞弹和绿松雷达非常相似。换句话说 ，T-Dome 背后其实流淌着铁穹和剑士的血脉。这种合作在过去几十年因为以色列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而一度冷却，但近几年随着两岸紧张局势升高，以及伊朗中国的轴心关系加深，台以军事合作正在悄悄回温。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5000架战机都难以征服台湾，是真是假？台湾 vs 以色列，谁才是顶尖防空王者？从硬体上看，以色列目前依然是世界上最完整、最久经实战考验的多层防空王者。铁穹15年累计1万次以上的成功拦截记录，加上大卫投石所和剑士系列的实战战绩，以色列无疑站在防空科技的金字塔尖。没有任何国家能说自己的防空系统比以色列更加久经考验。但从综合作战韧性上看，台湾有一个以色列永远没有的优势，就是地形。中央山脉、台湾海峡、季风台风、密集都市，这些是天然赐予的铜墙铁壁，是再多钱、再多科技也买不到的战略纵深。当铁穹这套体系被移植到这座岛屿，等于是以色列几十年的科技智慧叠加在一座本来就难以攻克的天然堡垒之上。问题不在于防空系统能不能撑住，问题在于解放军是不是真的愿意付出令他们无法承受的代价，去硬啃这座连自然界都选择保护的岛屿。历史上每一个自以为强大的帝国，最后都在代价2个字面前低头。1944年的诺曼，第1945年的冲绳，1950年的长津湖，1965年的越南丛林，所有两栖，所有跨海，所有强攻，一座地形复杂岛屿的战争，几乎都以攻方的天文数字伤亡告终。即便是拥有绝对空海优势的美军，登陆冲绳时也付出了将近5万人的伤亡代价。冲绳面积只有台湾的不到1/10，地形也远不如台湾复杂。T-Dome 计划的真正意义，从来不是要把每一枚飞弹都拦下来，而是要让对方在发动战争之前就先掂量出代价的重量。当你的对手知道他要付出100架 J-20、500枚东风飞弹、1000架无人机才能勉强撕开你的天空一道口子，他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幅下降。这就是以盾代矛的真正智慧，也是当年以色列从铁穹身上学到，现在传给台湾的最珍贵礼物。当然 T-Dome 也不是万灵药，它有自己的弱点。第一，整合难度大。台湾现有的指挥系统原本是由多个独立的单位各自管理，空军负责长程防空，陆军负责野战防空，海军负责舰载防空，海军陆战队负责滩头防空。要把这些原本不互通的系统整合进 IBCS 之下，技术和行政上都有难关需要克服。台湾空军目前正在运作的环网系统虽然尝试过整合爱国者和天弓飞弹，但因为技术和行政困难并未完全达成。第二，飞弹库存依然有限，即使 T-Dome 全部部署完成，台湾的拦截弹总量也很难应付解放军那种连续多日的高强度饱和攻击。第三，台湾对美国的依赖依然很深，许多关键子系统包括爱国者3型 MSE 拦截弹依然要从美国进口，如果华盛顿政策有变，这条供应链随时可能断裂。2027年 T-Dome 将完成首期部署，预计到2033年全面成熟。届时的台湾天空之下将同时运作着数以千计的天弓飞弹、爱国者飞弹、NASAMS、刺针、雷射武器、AI 指挥节点。整套系统将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卫星、海上宙斯盾舰、空中 E-2D 预警机、F-35战斗机形成一张横跨第一岛链、纵深数千公里的天空之网。如果再考虑日本、韩国、澳洲等盟国的协防力量，这张网的范围将从西太平洋一路延伸到关岛、夏威夷。而在这张网的核心，永远是那座沉默矗立了亿万年的中央山脉。它不需要科技，不需要预算，不需要训练，它只是站在那里，就足以让全世界最强大的空军在它面前感到无从下手的无力。当你抬头看看那些藏在云层后面的玉山、奇来、合欢、能高、南湖大山、雪山，你就会明白，这些山从来不只是观光景点，它们是台湾这座岛屿
刻在大地骨骼里的铜墙铁壁，5000架战机都难以征服。这不是吹牛，这是地形、科技、智慧、勇气四者相加的必然结果。台湾 vs 以色列，谁才是顶尖防空王者？或许答案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当这两个小国的智慧融合在一起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看见了，再强大的帝国也终将在自由的铜墙铁壁面前停下他们征服的脚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台湾铜墙铁壁防空之谜。最后留下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一个面积只有 3.6 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300万的小岛，能够在一个14亿人口、世界第2强军队的巨人面前建起这样一道令人叹服的铜墙铁壁？答案或许不在于武器，不在于山脉，甚至也不在于梯洞，答案就在于那些每天早上推开家门去上班、去上学、去夜市吃卤肉饭的普通台湾人身上。是他们选择了民主，选择了自由，选择了不向强权低头。是他们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撑起了这座岛屿的精神之墙。当以色列工程师把铁穹的图纸交给台湾中科院的那一刻，传递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种信念：弱小不等于必败，被威胁不等于要屈服。愿这道由地形、科技、智慧、勇气共同筑起的天空之墙，永远不需要在实战中被考验，因为和平永远是最强大的武器。